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咱们今天讲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故事，不过时间却是几十年前。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叫周建军，南京人，70年代下乡去东北插队当知青，我俩是在火车上认识的。这个故事也是听他在火车上说的，出于礼貌，我就称他为周叔。周叔说他当时当知青，被安排在东北山区的一个屯子里，那个屯子比较偏，但人很多，大部分都是要进山的外地人在此处临时落脚，所以当地一直流传着很多天南海北的故事。周叔说他当时住在当地一个叫做二愣的人家，这个二愣40多岁，娶了个憨婆娘，下面还有6个孩子，一家8口人，仅靠几亩薄田生活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说是有一年冬天，当地雪下得很大，二愣家已经没有余粮了，眼瞅着一家人快吃不上饭了，二愣就跟村里几个男人商量，准备进山东猎。在以前的东北，尤其是山区，一到冬天，屯子里的男人就会进山打猎，大多是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，因为这个时候雪不算很厚，但可以清楚地留下猎物的踪迹。当时周叔同屯子里的男人一起进山东猎，同行的有一个叫做刘一枪的人，这个刘一枪是屯子里最厉害的猎手，对附近山林极其熟悉。之所以叫他刘一枪，据说是因为除了大型猛兽外，他打什么野货都只需要一枪，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个外号。周叔说这个刘一枪是个神人，据说曾一个人一杆枪，一条猎狗干翻过一头熊瞎子，这事是真是假不清楚，只是听屯子里的人这么说。不过自己确实在刘一枪家里见到过一张光滑透亮的熊皮，周叔也向二愣求证过，二愣说这是一点不掺假。当时那头熊瞎子快成精了，经常下山作乱，刚开始只是偷吃点苞米和家禽，到后面冬天实在找不到食物，竟然开始吃小孩，屯子里好几个小孩都被那头熊瞎子糟蹋了。后来屯子里的人准备把他引下山除掉，但没想到那头熊瞎子竟然开了智，设的陷阱他好像都知道，根本不中计，也不再轻易下山，整日就是在山上徘徊。一旦见到屯子里的人进山打猎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追击，一巴掌下去能把人脑袋拍碎，屯子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。这熊瞎子一日不除，屯子里的人一日不能安稳。最后是刘一枪提议，既然熊瞎子不下山，那么咱们就上山。于是屯子里的男人联合带上枪和猎狗进了山。那次刘一枪打头阵，其他人在后方支援，还用上了土制炸药，最后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祸害给除掉。屯子里的人当场就把熊皮剥了下来，交给了刘一枪，说刘一枪一个人一杆枪干翻一头熊瞎子。这话虽然有些夸大，但不可否认，没有刘一枪，谁生谁死还两说呢。周叔说他当时听二愣讲这些山里的事，听得直入迷，一直盼望着有天自己也能进山看看。好不容易等到那年冬猎，他自告奋勇要同行，说要深入感受新社会农民的传统劳动生活。周叔义正言辞的一番话，让屯子里的人直夸这小伙子觉悟高，于是便同意他跟着一起进山东猎。不过进山之前，二愣叮嘱带到了山里面不要乱说话。周叔问为什么，二愣说这是规矩。二愣告诉周叔，什么地方都有什么地方的规矩，打猎有打猎的规矩，打鱼有打鱼的规矩，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不会有错。周叔说那年东北雪下得很大，进山的路上雪都能摸过小腿，不过听屯子里的人说，这雪下得正好，特别适合棒打狍子。棒打狍子在东北是个说法，提起狍子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傻，但说真的，这玩意儿傻归傻，
跑得也确实很快。不过这玩意儿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跑的时候总喜欢停下来，回头看看后面的人离它有多远。尤其是下了雪的冬天，狍子腿短，在雪地里跑一会就跑不动了。这时候它就会跟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，它把头埋进雪地里，就以为别人看不到它了，典型的掩耳盗铃。这时候只要有根棍子就能把它敲晕，这就是棒打狍子的由来。周叔说在冬天上山是一个力气活，因为雪太厚，常常能摸过小腿，而且山里面地形复杂，高低不平，再加上有积雪覆盖，有时候你以为是条路，结果一脚踩上去，这才发现脚底下原来全是枯树残叶。不过也得亏有这些枯树残叶，这些枯树残叶基本都是夏天时落下来积攒起来的，除了被雪覆盖的地方有些潮，下面还都是干的。到了中午，周叔他们就用最下面的枯树残叶生火做饭，饭也只是简单的烤馍馍。不过在天寒地冻的大山里面，能吃上一口热乎的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大概下午的时候，他们才算是真正进到山里面。周叔说，没进山之前，他一直幻想能打到大货，结果进了山发现屁都没有。他跟着屯子里的人一路前进，到最后却连根野鸡毛都没看到。眼瞅着时间越来越晚，周叔他们还是一无所获，直到之前下的套子传来动静，大家赶紧跑过去，发现有个东西正在陷阱里面挣扎。周叔说他也不认识那东西，那玩意儿的毛是褐色的，背上还有斑点，耳朵很长，尾巴很短，四肢特别细，乍一看有点像鹿，可刘一枪却说不是鹿。他告诉周叔，这玩意儿是香樟子，小时候跟鹿长得很像，等大了就不一样了。它的头上不长角，但能产麝香，这麝香可是个值钱的东西。周叔没心思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，只知道这是进山来第一只猎物，当时就准备收获，但还没等他过去，就被二愣给叫住了。二愣说这玩意儿还小，不能收，得把它给放了。好不容易得来的猎物就这么放了，周叔肯定不乐意，但同行的人都说这是山里的规矩，山里人做事有山里人的规矩。周叔说他当时特别反感他们讲规矩，什么都要讲规矩，动不动就要讲规矩，实在是理解不了。不过最后还是听劝，把那只小香樟子给放了。二愣怕周叔心里有气，就告诉周叔，无论动物还是人，都是在大山的庇护下生存，万事不能做绝，不然老天爷都会看不下去的。周叔也明白这个理儿，反省了自身，很快就摆正了心态。接着一行人开始继续深入。老东北的冬猎不是早上进山晚上就回来的，通常在山上一待就是好几天，吃住都在山上。当天晚上，大家把去年冬天搭建的临时屋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当晚就在那里过夜。吃完晚饭快要休息的时候，二愣告诉周叔，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都不要答应，更不要好奇出去查看。周叔问为什么，二愣说山上有伥鬼，专门勾人吃。周叔一听这话，立马就来劲了，催着让二愣讲讲伥鬼的事。二愣刚开始不愿意讲，后面实在禁不住周叔的催促，就说那是前2年的事了，以前屯子里搭建的临时屋并不在这里，最后因为一件事，不得已才重新在这里搭建了一个。二愣说那时候跟现在一样，也是个冬天，屯子里的人进山东猎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山上待了好几天，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时间一长，人也吃不消，有时候打点野鸡、兔子什么的，因为消耗体能太多，当天也就被大家分着吃了。后来有个叫大胆的人，这人名如其人，胆子特别大，就撺掇大家去野猪岭转转，说不定能打到大货。这野猪岭听名字大家就知道是个什么地方，野猪成群。野猪这东西堪称山霸王，
皮糙肉厚，一般土枪根本不能伤他分毫，而他只需要轻轻一撞，就能将一个人开膛破肚。以前残害过不少屯子里的猎人，但凡冬猎，当地人都会尽量避免靠近这个地方。而现在竟然有人主动要去野猪岭，当时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。不过大胆这个人脾气犟，认准的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夜里趁着大家睡着，一个人扛着枪，悄悄摸摸地去了野猪岭。第二天，大家发现大胆不见了后，都急得不行。大胆虽然胆子大，可他毕竟是个人，跟野猪比起来，相差太过悬殊，更何况还是一群野猪。大家都担心得不得了，但却没人敢去野猪岭找他。二愣说他们在临时屋多停留了几天，想着看看能不能等到大胆。可好几天过去了，依然不见大胆回来。后来有人在雪地里发现了大胆已经断了的猎枪，枪的旁边还有血迹。当时大家都认为大胆已经凶多吉少，就下山回屯子里报丧了。大胆的家里人也给大胆办了丧事，还建了衣冠冢。按理说这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可谁知道去年冬天，屯子里的人再次进山东猎。夜里在临时屋里休息的时候，二愣迷迷糊糊间竟然听到了大胆的声音。二愣跟周叔说，当时他心里一紧，先是害怕，后来听清，发现真的就是大胆的声音，一模一样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叫自己赶快去救他。二愣说他当时以为大胆没有死，可能是受伤了，至于怎么在山里面存活下来的，他根本没想那么多。一个人开了门，循着声音的源头走去。二愣说他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找到了声音的源头，但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一头花皮大虎。那头花皮大虎卧在雪地里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大胆的声音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当时二愣都吓坏了，因为那头大虎嘴巴里有张若隐若现的人脸，仔细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大胆。二愣说当时自己心里一惊，知道自己是碰到伥鬼了。大山里的人都知道，所谓伥鬼就是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的鬼。这个鬼不敢离开老虎，反而给老虎做帮凶，这也是为虎作伥这个成语的来源。二愣说大胆应该是在去野猪岭的路上被这头花皮大虎给吃了，后面变成了伥鬼，做了他的帮凶，今晚是专门勾自己过来入虎口的。周叔问，那后来呢？你是怎么逃过去的？二愣说是一只黄皮子救了我。周叔不解地问，黄皮子那么小，怎么能救得了人呢？二愣说这山里面规矩很多，不光人跟动物之间有规矩，动物跟动物之间也有规矩。但凡大型猛兽都有自己的地盘划分，在它们地盘中活动，有很多小型动物，它们就好比一个地方的扛把子，平日里管理着自己的地盘辖区。如果有跟自己同等的猛兽闯入自己的地盘，他们会第一时间得知。这黄皮子虽然不是大型猛兽，但它有灵性，比大型猛兽还要厉害。当时那伥鬼想在他的地盘害人，他知道了肯定会管，一来就把伥鬼给惊走了。后来为了安全，屯子里的人废弃了之前那个临时屋，又重新在这里搭建了一个。周叔听完直呼神奇。这个伥鬼勾人的故事讲完，二愣很快就睡着了。窗外面还在飘着雪花，周叔眼皮也渐渐合上了。后半夜，周叔睡得迷迷糊糊间，突然听到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周叔一下就被惊醒，不由想起了之前二愣给他讲的伥鬼勾人。周叔说，当时外面雪还在下，从窗户望出去一片雪白，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是魔咒一样撩拨着自己。如果不是二愣提前百般叮嘱，估计自己真的会按捺不住好奇出门查看。不过这种怪声很快就消失了，
就当周叔再次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咯吱咯吱的怪声又出现了。这次周叔看到窗户外面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还没等周叔反应过来，一只满是黑毛的大手就从窗户外面探了进来。讲到这，周叔停了下来，问我：“你猜我看到了啥？”我摇头。周叔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，吸了口气说：“说出来，你别不信，我看到了一头熊瞎子。”周叔说，那头熊瞎子站在窗户外面，一只手撕烂窗夹探了进来，借着月光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脑袋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鼻子往外喷着白气。周叔当时都快吓瘫了，本来担心是伥鬼勾人，可万没想到竟然是头熊瞎子。当时熊瞎子给周叔的恐惧不比伥鬼少，因为之前熊瞎子吃小孩的故事他都还记得一清二楚。慌乱间，周叔赶紧把二愣叫起来。二愣猛地看到窗外的那头熊瞎子，也是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招招手让周叔安静，然后从包里拿出几块干肉，丢到了窗户外面。干肉扔出去后，那头熊瞎子拿起来就吃，不一会吃完，又出现在窗户外面。当时周叔以为他没吃饱，准备让二愣再扔2块出去，但没想到那头熊瞎子竟然对着他俩拱了拱手，那样子像极了作揖。熊瞎子走后，周叔问二愣：“那熊瞎子怎么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”二愣说：“这熊瞎子也不全是害人的畜生，这头熊瞎子是这附近地盘的扛把子，以前他们见过很多次，从来不主动攻击人，估计这次是实在找不到食物了，才来找我们讨点肉吃。”第二天天亮，周叔被尿憋醒，起来出门撒尿，正对着墙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墙上有几道爪印。后来跟二愣讲了这事，二愣说估计是那晚的熊瞎子挠的，他怕贸然闯进来吓到我们，就故意用爪子挠墙把人吵醒。那次周叔他们一共在山上待了4天，可这4天就打到了一些小玩意儿。后来说是因为有大家伙争地盘，吓得其他动物都不敢出来。后面一行人就下山回屯子里了，不过因为没有收获，几天后，屯子里的男人为了度过冬天，又一次上了山。那次他们遇到了更可怕的事。周叔说，这2次冬猎跟第1次可就不一样了。那时候积雪已经很厚了，该冬眠的动物也都冬眠了。这时候山上活跃的大多是一些野鸡、野兔之类的，想要打到大货，他们得进深山。周叔说，老东北山林分外山和深山，这外山大多是一些小型野货，上面有当地人下的套，每隔几天就会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。而深山就不一样了，深山因为离屯子远，比较原始，里面什么东西都能见到，豺狼虎豹什么的一点都不稀奇。这次为了保证能够有所收获，大家决定入深山看看。为了安全，每个人都分配了猎枪，还带了几条猎狗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一行人便开始了2次冬猎。上文说过，在老东北山林，但凡大型猛兽都有自己的地盘。像之前周叔遇到的熊瞎子讨肉，那熊瞎子就是那块地方的扛把子。还有二愣遇到伥鬼勾人，被黄皮子所救，那黄皮子也是当时那块地盘的扛把子。这些扛把子之间有约定，就是他们绝不会轻易踏入别人的地盘，因为一旦踏入，就会被那个地盘的扛把子当作是敌人，会被针对。所以平日里他们只会在自己的地盘活动。周叔说，他听了熊瞎子讨肉和黄皮子救人，就觉得他们那些扛把子都是好家伙。其实更多的扛把子则是嗜血猛兽。当地山林很大，地盘划分很多，每个地盘都有一个扛把子。当地人进山也只去熟悉的扛把子地盘，不熟悉的绝不会轻易去。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究竟好坏，
一旦对方是个不讲理的主，他们擅闯进去可是有生命危险的。当时进山后，按照习惯，一行人先去看了之前下的套子，连看了好几个，发现只逮到了一些小野货。不过好在聊胜于无，周叔填了火，把枪口对准就要开枪，不过却被二愣给拦了下来。周叔以为二愣又要讲什么大山里的规矩，正准备争论，却听二愣说：“这玩意儿哪用得着枪？你一枪下去，肉都被打碎了。再说，你真以为子弹不要钱啊？”说完，二愣从腰间摸出来一把匕首，把野货从套子里取出来解决，就装进了随身带的货包里面。周叔颇为尴尬，他是第一次摸枪，所以才有些迫不及待。不过二愣说的没错，别看这猎枪都是土制的，可威力却一点也不小。填上铁砂能瞬间把一只野鸡打碎，而且铁砂还会镶嵌在肉里面，到时候吃都没法子吃。收拾了一下收获，大家歇息了一会儿，准备继续前进。可还没刚走2步，就听猎狗突然对着一旁的灌木丛狂吠。刘一枪立马抬手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一个人端着猎枪慢慢靠近，最后发现竟然是头灰狼。那头灰狼被灌木丛里的捕兽夹夹断了后腿，见到来人立马龇牙咧嘴起来。当时周叔激动得不得了，他那时候虽然在山区当知青，可大部分时间都在农田建设，这还是他头一次亲眼见到狼。不过随后一想，周叔又开始忐忑，因为狼是群居动物，这里发现一只，保不齐附近还有几十只。在积雪的山林里，猎人们往往宁愿碰到野猪，都不愿意遇到群狼。遇到野猪可能还有逃生的机会，可遇到群狼，那就只能等死。周叔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，可二愣却满不在乎，指着那头被困住的灰狼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它跟其他的狼有些不同？”二愣这么一说，周叔又仔细地看了看，别说，他还真发现有些不同。一般的狼眼神犀利，皮毛黝黑，而这头狼眼神浑浊，皮毛略微发白，看着有些萎靡不振。二愣问道：“知道为啥不？”周叔摇头。二愣说：“这是头孤狼。一般孤狼多半是狼群里年老体衰的狼王，被背后崛起的大公狼觊觎狼王宝座，经过一番争斗，斗败后从狼王的位置跌落下来，从而被驱逐出狼群，或者是触犯了狼群中等级森严的尊卑制度。比如私自与母狼交配，被狼王发现，再被群狼撕咬，从狼群里驱逐出来的，估计他在深山实在没有能力捕获猎物了，否则也不会铤而走险来到离人类居住地那么近的外山觅食。听完二愣的解释，周叔得知不少，没想到这动物之间还有那么多门门道道。很快，周叔又被激发出一身热血，学着之前二愣的模样，从腰里摸出来一把匕首，准备亲手了结这头孤狼。不过在半道上又被二愣拦了下来，还没等周叔问何故，就听二愣说：“你现在过去就是找死。这玩意儿天生阴险狡诈，别看它已经老了，但狼这种动物往往是越老越奸诈。经验老道，比一般的成年狼更难对付，得用这个。”说着，二愣给猎枪填上铁砂，然后扣动扳机，解决了这头年老体衰的落魄孤狼。后面几个人把狼尸拖到了临时屋里。山里人都知道狼浑身是宝，皮可以做狼皮大衣，既保暖又拉风。肉可以吃，虽然不是很好吃，但晒成肉干后很顶饿。而狼身上的油也可以熬出来治疗烫伤，据说比欢子油还好用，甚至牙都能做成项链辟邪。在临时屋里待了一段时间，周叔一行人把上午打到的野货都简单处理了一遍，
因为他们还要入深山，东西带在身上肯定不方便，简单处理后挂在墙上自然风干，等到时候从深山回来再取走，带回屯子里。当天晚上，大家在临时屋随便吃了点干粮，准备第二天天亮入深山。临时屋大概位于熊瞎子的地盘，当时快要大雪封山，熊瞎子也冬眠了。不过虽然冬眠，但别的大型猛兽还是不敢擅闯进来的，因为动物的嗅觉远比人类灵敏得多，别的大型猛兽闻到熊瞎子的气味，自然不敢擅闯。所以周叔他们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当晚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周叔一行人就收拾妥当准备出发了。走的时候，他们熬了一锅汤，装进随身带的水壶里，因为待会要进深山，不可能有时间做饭，天寒地冻的，到时候有口热汤喝，人能舒服很多。路上二愣跟周叔说，指出了熊瞎子的地盘，前面就是深山了，待会进去千万要慎言慎语。周叔问为什么，二愣说，因为前面地盘的扛把子是只雪狐，那玩意儿灵性十足，屯子里老一辈的人以前跟他打过交道，都说他是只小有修为的狐仙。周叔问二愣，是不是越往里，那些扛把子就越厉害？二愣点头说，没错，这山太大了，很多地方都没人去过，那些扛把子几乎都成精了。而且以前屯子里的人都说，这山最里面有个升龙渊，那渊里面住着龙王爷，那龙王爷就是这座山的守护神。周叔是不信这个的，听完二愣的解释只是笑笑，不过却对待会的深山之行充满了期待。很快，一行人便进了深山。不过进了深山，他们就要分开，因为人太多，走在一起容易惊动猎物，只有两两分散，才能收获更多。这边周叔跟二愣一起牵了条猎狗，这狗是二愣家养的正宗的跑山犬，皮毛跟绸子似的，光滑透亮，四肢矫健，无论是速度还是爆发力，都比一般猎狗要强上很多。名字也霸气得不得了，叫做威武大将军。周叔说，大将军是年猎的好手，一般野兔野鸡几分钟就能叼回来。那天他们收获不错，不过可惜没有打到大货。晚上，二愣用雪下面埋着的枯树枝搭了个简易的棚子，俩人就着热汤吃了点干粮。后半夜稍冷，周叔准备生火取暖，不料却被二愣制止。二愣一脸严肃地说，夜间深山里最忌讳生火，有东西怕火，可有的东西见到火跟人见了金子一样，这些都是成精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晓得有火的地方就有人，到时候把他们招过来可就麻烦了。周叔虽然不怎么信这个东西，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，也被二愣的话给感染了，不由得紧了紧怀里的猎枪，心想要是真遇到了麻烦，不管他们是啥玩意，就这么哐当一枪打出去，让他们赶紧投胎。周叔说，当天在山上消耗体力太多，所以吃了干粮后很快就睡了。本来他是想跟二愣交换着守夜的，但二愣却说，不用说什么，大将军守夜比人厉害得多，一有情况他会叫醒我们的。果不其然，这边周叔跟二愣刚睡着没多久，那边大将军突然开始狂吠，顿时俩人就醒了过来，端起猎枪，注视着大将军叫的地方。没多待会儿，就见到一只庞子出现在视线中。二愣让大将军停下叫声，接着给周叔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周叔跟他一起包抄。不过俩人刚准备抬枪，却被那只狍子察觉，立马撒开腿就跑。情急之下，二愣挥手让大将军追，他跟周叔也在后面跟着。可是没追多久，二愣吹了声口哨，让大将军停了下来，接着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脸色立马就变了。
周叔看二愣脸色不对，问他咋了。二愣说不对劲，那傻狍子不可能在积雪地里跑那么快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已经迷路了。二愣说完，周叔也是脸色突变，周围全是白茫茫的雪，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而且当时雪还在下，刚才来时的脚印也已经被覆盖了。现在是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。周叔说他们当时慌得不行，因为就连一向嗅觉极强的大将军也迷失了方向。他们两个加上一条狗，在深山里就好像蝼蚁一样，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出路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那时周叔才感觉到恐惧，可就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。二愣安慰说，先休息，恢复体力，等天亮分清方向，就知道该怎么走了。周叔虽然觉得心里没底，可二愣都这么说了，他也只好照做。俩人拾掇出来一个地方，很快就鼾声四起。周叔说，那天晚上好像是中了邪一样，前脚刚睡着，后脚又被大将军的叫声惊醒。当他醒来，发现之前追的那只傻狍子又回来了，而且就在自己面前大摇大摆地走动。当时周叔心里那个气，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害自己迷失了方向，当即准备开枪就打。可还没等他瞄准，就听不远处有人说：“先生勿扰，先生勿恼。”周叔顺着声音看去，发现一人影正往自己走来，但那人影临近，周叔才发现是个男人。不过这男人很奇怪，穿着古时候的长衫，头发被簪子挽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，借着月光再看他的长相，好一个翩翩少年郎，明眸皓齿，面貌精致，乍一看好似从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。不过在这天寒地冻的深山，他这一身打扮怎么看怎么怪异。那男子来到周叔面前，抱拳说：“先生勿恼，这是在下的坐骑，先前误将先生引来，还望先生不要与他一般见识，等回去后我定好好管教。”周叔没理会这些，而是把枪口对着男子问道：“你是谁？这大冬天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把我们引到这里，有啥企图？”男子见枪口对着自己，也不动怒，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姓白，叫白玉京，自幼便生活在这里。这次把先生引来，是希望先生能够帮我一个忙。”周叔警惕地问道：“什么忙？”白玉京叹口气说：“说来惭愧，在下自幼便生活在此处，一直没能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前段时间因为好奇便出去转了一趟，可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家里闹了鼠灾，可怜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妹妹竟被活活咬死。我这个当兄长的实在该死，可碍于保护其他兄弟姐妹，暂时也不能出去搬救兵，所以希望先生能够帮我给朋友传个话，让他前来助我消灭鼠灾。”周叔听闻白玉京的事，心里也是十分动容，对那素来臭名昭著的老鼠恨得牙痒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“你放心，你告诉我你朋友在哪里，我这就去通知他过来帮你。”白玉京见周叔答应下来，顿时喜上眉梢，连忙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先谢过先生的救命之恩。我那朋友名唤射天皇，住在离此处30里外的碧霞洞。你过去只需将我刚说的话对他如实说上一番就好。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”说着，白玉京拔了几根自己的头发，装进随身带的香囊里，递给周叔说：“我那朋友脾气有些不好，你见到他只需把香囊里的头发拿出来，给他验证一番，届时他自会相信你说的话。”周叔接过香囊，点了点头，可随后又面露难堪地说：“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现在迷路了，可能很难找到你朋友住的地方。”白玉京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且看着。”说完，
白玉京大手一挥，顿时周围就变了模样，一条没有被积雪覆盖的路出现在了周叔面前。周叔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，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原本站在一旁的白玉京突然消失不见了，原地只留下一阵青烟。周叔感觉脑袋一疼，接着就从梦中惊醒了过来。醒过来的周叔长出一口气，心里想着，还好刚才只是个梦，只是这个梦未免也太吓人了点。这真要是大半夜出现一个白玉京这样的人，还不得把自己给吓死。正想着刚才的梦，周叔突然有些尿急，于是便准备起身撒尿。可还没等他刚站起来，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掉了下来。周叔下意识去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看到了一个香囊，跟在梦里白玉京给他的那个香囊一模一样。